欢迎两位哈，在一起已经7年了是吧？嗯，您是离过婚，带着一个孩子的。对。您是至今没结婚。至今没结婚。对啊，男孩女孩来着？女孩。怎么样？他们俩关系？关系反正我认为挺好的。挺好的。那今天来我们这儿干嘛呀？反正就是生活上一些琐碎小事情吧。啊，想通过大家帮我调解一下。什么事儿要调解呀？首先我先说吧。我从小母亲改嫁，父亲呢前几年也去世了。从小就是得不到家人关爱吧。后来呢，我遇到他，比我大5岁，还离过婚，带个孩子。这些呢其实都不是主要的。我看中他呢，就是比较善良会照顾人所以呢我们俩走到一起，挺好啊。后来呢，我过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我就觉得他呢，从原来照顾对我越来越苛刻，让我在家天天透不过气了。我能问一句吗？你俩现在是情侣关系还是夫妻关系？情侣关系。怎么这7年了还没结婚呢？我跟他说过结婚，他一直都不同意。您不同意跟他结婚？为什么呀？主要是因为他呀，就是不是特别成熟，就是身上有很多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呢，就是还不能结婚。就是您已经带了他7年，管他7年了，还没管过来呢。就是其实很多事儿，您让他说吧。行，来，首先呢，他就是有洁癖吧。每天我下班回家必须给先去卫生间洗完澡，换上自己的家居服才可以进屋。比如说今天我累了不想洗了，先直接坐到沙发上，比如说换鞋吧，也不小心脚踩上地上了，也不行，被他发现了，他就劈头盖脸数了我一顿。完事他说这个沙发上有多少细菌，我觉得他有点太夸张了。还要我给沙发消毒，我觉得没有必要。你自己什么职业你自己不知道是吗？环保公司的员工，你每天接触的都是甲醛和一些个杀虫剂，这些个东西都附着在你的衣服上。回到家之后，你直接坐沙发躺床上，那些小虫子、虫卵、细菌都爬得满屋都是，你肉眼看不见，但不代表没有。那你也太夸张了。你像洗菜，平时在家洗菜吧，1颗菜到你洗完之后还剩半颗菜，就是因为这个菜上有点黑点儿，你就整个菜扔了。要你这种做法呢，咱家每次必须买3颗菜才够你炒一盘菜的。叶子上有虫眼儿，那必须要扔啊！现在的虫子都已经有这个免疫力了，杀虫药都已经杀不死它们了，对吧？而且1颗菜价值多少？上医院挂号费多少？你对比过吗？这些生活上的细节你关注过吗？那你也太夸张了吧，对吧？不买菜，咱自己点外卖，那你也不行。外卖来本来就为了图了方便，在餐盒里直接吃不完了吗？你不行，还非得倒在自己家碟子里边。而且吧，你还拿勺崴中间的芯儿，菜挨到餐盒的地方你全都扔了，多浪费。菜是经过高温加热的，那个餐盒都是塑料做的，这个接触过之后产生那种致癌物，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本身我就不想点外卖，是你非要点的。要是你这样觉得我事儿多的话，以后外卖就干脆别点。外卖也不让点，在家里吃饭总好吧？前一阵儿我们朋友要求我们俩去他们家吃饭，人家做一大桌菜都挺好的，等准备吃饭，人家把碗筷都准备好了，他从包里拿出2副筷子，你一副我一副，告诉我咱俩拿这块吃饭。还不算完，他拿了我朋友家的碗去厨房拿开水烫一遍消毒。当时我看我们朋友的脸都绿了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没有面子你那个朋友他有胃病，我都跟你说了别去他们家吃饭，你偏要去。我在网上都查了，这个胃病的患者就是携带这个幽门螺杆菌是致癌的，知道吗？而且它会传染，咱俩携带回家再传给孩子怎么办？你那个朋友根本就不替咱们的身体着想，他自己心里也没点数。他这种情况就干脆别请朋友到家里吃饭，要这样的话以后你这朋友咱就别来往了。朋友家行，你嫌的不干净对吧？咱到自己家里，平时我要是感个冒，进门必须给戴口罩。你想本来感冒了喘气就费劲，
戴口罩更憋得慌了。我听得汗都下来了，这日子过的啊！那难道你病了，我们就都不设防，然后也传上我了，谁照顾你？把孩子传上，怎么上学去？全家全都瘫痪了，这样叫其乐融融，一家就和睦了，是吗？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也不拿我们的身体当回事。你看你那些恶习，吃烧烤、麻辣烫、粉丝，全都是这些垃圾食品，吃到身体里有什么好处？那好吃的，让你这么说，都是垃圾食品了。不是好吃的是垃圾食品，是你爱吃垃圾食品。像一些好的东西，比如像蘑菇呀、竹笋啊，炒完也挺好吃的呀，你不爱吃啊？平时比如想吃个烧烤，我就跟做贼一样，去外面偷着吃去。回家啊，他就跟缉毒犬一样，闻我身上有没有烧烤味儿。要是有的话，本来就不让你吃，你还要偷着吃，这不就是罪上加罪吗？这听不下去了，已经。什么叫罪？吃个烧烤有什么罪？跟他说过了，我是偷人的钱出去吃，那钱是偷来的吗？不是，我自己挣的呀。是抢来的吗？不是啊。那我犯什么罪了呀？说过了不让吃啊，他也答应了，还要偷着吃。您是什么人呢？说过不让吃，我们吃了就犯罪了？国家没这法律说吃这东西犯罪吧？是在我们家可能不允许吧？就是他吃这个对身体不好。凭什么不允许？这也是家庭成员啊。他就这样管我，就跟管儿子一样，有时候还不如他闺女地位高。他刚开始不是这样管的呀。那你反抗啊！他太强势了呀！他呀，一点这个就是说养生的意识都没有。不是他一33岁的人养什么生啊？那就得从年轻的时候养嘛，不能有病了岁数大了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的呀？反正也是近几年吧。我知道，就体重大的人血脂什么都不正常，您这行吗？我还行。是吗？大夫就没说那个什么？那个反正也是建议减肥，所以要吃素嘛。他不干啊，吃素。您吃了几年素了呀？吃了2、3年了吧？那还没减下去哈？啊，可能身体就是这种体质吧。对，那你这体质，你是这心情最重要，对不对？那我觉得还是吃素比较好。本来我就爱吃肉，现在他天天在家逼着我跟他一块吃素啊，而且吧还要我吃生苦瓜啊，榨的苦瓜汁。你说那么苦的东西，我咽得下去吗？而且呢，还在我们家厨房里挂一个老么大的一个食物相克图。啥意思？每次做饭呢，先看哪个菜和哪个菜不能一块吃。您记住了吗？记住了几个吧。啊，那您说什么和什么就因为记不住才要挂在厨房里。不是，您告诉我们什么和什么克呀？西瓜不能和螃蟹吃，胡萝卜不能和白萝卜吃。还有呢？还有很多，就是每天都要看。为什么不能和白萝卜吃？具体为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说网上说的吧。就是拿网上作为您生活的一个信条了，是吧？行。洁癖、吃素，还有什么？他说我对孩子也不够格。啥意思？您说本来这个继母啊就难当，对吧？我这继父也够难当的。不是，你现在还不是呢。这不想往那方面走吗？你像平时我跟孩子说话多了，他觉得我管孩子管太多了。说少了吧，他说我不关心孩子。你说要我也没有办法。拿前一阵吧，孩子买一个5000块钱手机，我想那么小的孩子买那么贵手机没有必要啊。对，当时我跟孩子简单聊聊，可能语气重了一些。孩子女孩嘛脸皮薄，当时哭了，就让他看见可了不得了就说我对孩子太严厉，管得太多了，而且吧还告孩子疏远我。5000块钱手机怎么了？他这么大的孩子周围都用的是5000块钱手机。不是多大呀？上初中。都用的是这种手机，你让他用便宜的是吗？再者说了，孩子在咱这种家庭本来就是有缺失的心理，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只要他想要我就给他买，5000块钱我觉得咱也能达得到。反正我就觉得我对这孩子已经特别好了，而且我们俩关系处的也特别不错，是他一直认为我对孩子不好，不够关心。我觉得你就是不舍得给孩子买，而且就是处处计较这些事儿。如果要是孩子亲生父亲就不会这样。不是，您还比这个呀？可不，天天拿我跟他前夫对比，还说我不像个男人，我怎么就不像了？我没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不成熟，对吧？你看你现在自身上这些问题，我以前和前夫过日子的时候，就是家里的事儿基本上不怎么管。现在呢，咱俩在一起之后呢，家里的事儿、你的事儿，我都得管。我觉得你这就是对不住，拦一句啊，跟前夫那么好，怎么还离了呢？种种原因吧。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往事也不想提太多。
怎么说呢？就是单比这一点他可能不行，其他方面他还挺不错的。哦，还得这么看人的哈。那您得要一拼凑人才行啊。前夫的那一点加他的这一点加在，反正我就觉得他那才能跟您结婚啊。我就觉得他咋不成熟了？就是自律性很差，晚上熬夜，白天不起，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了。他不吃早饭，这小肠正吸收着体内的这个毒素，就等同于吃大便。行了，你快别说了，多恶心人！天天家给我在这洗脑，我早点有时都吃不下去。你自己挣钱吗？挣啊，出去吃吧，别回家吃了。我吃不下去了都。而且我还没说完，您听啊，上卫生间40分钟起步，我提醒过他，这样对肛肠健康不好。而且同时还有吸烟，这个吸烟卫生间这么狭小的空间，这个吸烟加上空气不好，对你的呼吸道也是影响啊。这些东西他都不在乎，弄得我现在有时一提到回家，本来回家是挺高兴的，挺温暖的，一提到这我回家我的头都疼了，都不想回去了。有时啊，就别回了吧。啊，不回。所以迟迟一直不结婚，是因为我就觉得他很多自己应该有自律性的事儿，他自己做不到。是。你们家现在谁管钱？钱混在一起啊？他管钱，你的钱也交给他，我的钱工资卡都给他，而且吧，每天上班就给我10块钱。你说现在10块钱能干嘛出去？不是真的10块钱，真的。那你中饭怎么吃？单位有食堂吗？单位管饭，早饭和晚饭都在家里吃，中午单位管饭，然后公交卡呢都给他充好了，没有花钱的地方。而且要是想买衣服，我带他出去买，看中了哪件我就给他买了。你有什么花钱的地儿？那我口袋里不也留点钱，应个急什么的，对吧？万一遇上个打劫的，他我口袋才10块钱，再给我打一顿，你说你的想法幼稚不幼稚？我给你口袋放钱是预备让人打劫的是吗？那要这样的话，你10块钱都别带了，让人打劫多冤啊！那我不是说这么回事儿吗？对吧？我不也有个人情风往，请朋友吃个饭什么的，对吗？别提你那请朋友吃饭，你那应酬都是毫无意义的，人家应酬都属于投资，后期有回报。你这些应酬回报回来都是你一身劣习，你那些朋友那些毛病都让你学来了，都赶紧断，别联系啊！那人家之前请过我，我不也回请人家吗？前些日子你睡觉了，我从家里拿300块钱，说请朋友吃饭，他睡觉了，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他，我想等回家再跟他说吧。回家跟他说，而且孩子还在边上劈头盖脸数了我一顿，弄得我在孩子跟前一点微信都没有。就得在孩子面前说你，然后让孩子知道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让孩子也警醒，杀鸡给猴看。不是什么行为是错的？我挣的钱，我拿300块钱花，我怎么错了？我们都听不下去了。家里的钱是由我来掌管的，他凭什么呀？他愿意啊？是不是我挣的呀？我有急用，我能拿吗？可以拿，但是要告诉我。睡觉也要叫醒。你太不讲道理了，这欺负人呢，这属于。其实我是为了他好。不是，这您什么为人好啊？控制，从生活习惯，从择友，从经济开始控制个遛够，你哪是为人好啊？不让他吃那些东西。刚开始还行，现在呢？现在不老太快乐。想回家不？想回家不敢回。7年了，谁过7年这样的日子受得了啊？刚开始不是这样，过了3、4年都挺好的啊，后来一点点变了。为啥呢？发生了什么？也没发生。你嫂子在外面有没有干坏事？没有。哦，那这是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觉得啊，这个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应该注重这个养生，爱惜自己的身体。行，对，所以我就33岁，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我打算今年就结婚。我觉得啊，结婚这个一张结婚证没有太大的意义，咱们2个人日子过好了，然后一家3口其乐融融，这个是最主要的。行，一家3口过得好，还是再添一口子过得好？那就更好，行吗？那首先得领结婚证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不够资格。你看看，都是他的逻辑，你太欺负人了，你把这小伙子可欺负惨了。但是你也忍受力特别好，我发现啊。也不想跑什么的是吧？那我还是想跟他在一块儿啊。行吧，难题就交给你们吧，各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您这忒厉害了啊！洁癖承认自己有吗？我多多少少有一点，但没达到您这样的高度，
所以我有一点理解你。我们家进门呢，第一件事情是洗手，然后是换衣服，不用洗澡啊，然后才可以做。但是我们的洁癖是在以不影响他人为前提下的。您的这个掌控欲太强了，女儿我相信管理的应该也是这样的。这感觉是一儿子，您这目前状态就是儿女双全。您家闺女现在零花钱一天多少钱？基本上也是10块20块吧。你看标准差不多，10块偶尔还20块，他这属于最低标准了。一个正常的30几岁领着工资的男人，每天只有10块钱的零花钱。如果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出去买根冰棍儿，他都买不起。你觉得如果当儿子养的话，是不是也忒惨了点儿？这是爱情吗？不是，是控制力。而男士也心甘情愿这么多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这样的状态如果不调整的话，他会活得非常的压抑。您刚刚跟我们讲说啊，他身体不好啊，你这个吃饭你就得吃这样这样这样，他吃这个不开心啊。一个不开心的状态，您跟我们谈养生，我活那么长干嘛呢？生活就是要处于一种开心的、彼此幸福的、依赖的日子里面。洁癖可以，但是要有度，不能拿着筷子碗上朋友家吃饭，打的不是他的脸，也是您自个儿的脸，没礼貌，好吧？希望你们各自调整，祝你们幸福。陈女士，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快乐重要还是健康重要？都重要。那你觉得他快乐吗？在你的健康的指引之下？这个没和他沟通过。很明显嘛，不快乐嘛。那么第二个问题，你凭什么认为你说的健康是真正的健康？凭什么认为你得到的知识是真正可以获得健康的知识？以什么逻辑或者以什么来佐证你获得知识是对的？可能只能从网上查一查吧。对吗？很简单一件事情，营养学一定不会支持纯素食，为什么？缺失营养嘛。你动物蛋白、动物脂肪，很多的维生素啊，你从哪摄取啊？纯素食只能说啊，我选择的一种饮食方式，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健康的。所以我一开始问你，什么重要？开心重要还是健康重要？开心的、健康的活着最重要，对吗？所以人这一生里面，我们追求健康、追求养生，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你要允许人有放纵的时候，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但问题在于你们正处于一个非常融洽和稳定的情感模式当中。但是人是会成长的，当他在经历了4、5年之后，他发现哎，我也想要一些平等的恋人关系，这个时候他跑出来说哎，我很不舒服哎。所以未来的婚姻状况里面一定不是一个母子的关系，把母爱用在你女儿身上，而不要用在她身上，就这样。陈女士，您不能凡事以您的标准为标准。我们可以商量，我们可以折中，但不能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凡事如果适度的话，那我们叫养生。可是如果你要是做到极致的话，较真儿的话，那还真就不叫养生了，那还真就是跟您自个儿身体过不去。所以我觉得您要调整一下您的心态，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性格使然，或者有一些东西是你就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 OK 没问题，您坚持您自己的，但您不能摁着别人，让别人也按照您的原则，按照您的标准来一起执行。然后其次呢，我想跟先生说的是，这么长时间他的确有问题，但你陪他一起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其实夫妻也好，情侣也好，他们有一个相处之道是什么？互相看脸色，相互迎合。我们是一个彼此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不能我只看你一人脸色吧。我们没有互动的话，我们怎么叫恋爱呢？
对不对？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为什么要管他？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成熟吧。你会管他一辈子吗？我所指的这个管，不是管理、控制，而是管他的吃喝拉撒，心里念着他。我觉得早晚有一天他自己能行。你的意思是指什么？早晚一天他能行，是指你们有可能会分开的，对吗？对。那你就没有资格管他。我们在生活当中管任何人，管自己的儿子，管自己的父母，管自己的弟弟妹妹，那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我有生一年，在这个世界上一天，我心里都有他，我才有资格管他。否则的话，我有什么资格管他呢？要管就管到底，要不然你就没有资格管。你非要以一种母亲的姿态生存在他面前，为什么？我猜你心里不安全。你希望他在生活上离不开你，你希望你成为他的生活和精神上的依赖，但你这样做是错误的。你越是要让他在生活当中离不开你，而不是用管制的方式当妈的方式，而是让他心甘情愿的把你当成他生存的土壤，离开你他就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找不到你他就感觉不安全，是这样才可以的。你能离得开他吗？不能。不能，离不开是吧？离不开。所以你希望他再有生一年，他只要在一天，你也愿意被他管，对吗？那不像如果你要是你自己所说的，你在生活当中就依赖他，就希望什么事儿都他制定好计划，你来遵守，那你就不要挑这个计划和规则的好坏，因为是你心甘情愿的。如果你要认为说我得要有一定的自由，那就请你自己先独立起你自己的自由。你不能一方面要别人管自己，一方面又觉得人家管得不好，没有这样，明不明白？如果你想某一天他有依靠你的那一天，那你就必须独立起来，不要一手要自由，一手又要依靠，行吗？行，就这样。男生如果想娶，那就大胆的说我要娶你，不同意你过不下去，你就离开。女生如果觉得这个情感你 hold 不住，就放手吧。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我管你呢，也是为了你好。我就是看你平时有时上班挺辛苦的，晚上回来我都会切点姜片啊，给你泡泡脚。然后你这个腰间盘不太好，我也从网上搜啊各种护腰的腰带。天冷了就赶快给你买这些暖宝宝什么的。可能我平时说话的语气，包括对待你的态度，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我以后会多多注意的。其实我还是心里特别的愿意和你在一起。是，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有时我希望你吧，以后注意点，别像之前他管的这么多，让我也自己独立一下。谢谢两位啊，我们一起来打开爱的记忆箱，请开箱。人家干嘛弄一盒饺子呀？我们俩最初相识的第1年的除夕，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就他一个人黑漆漆的一间屋子，坐在那里特别的凄凉。我给他送的是饺子，当时我就自己心里想了，我以后要对他好一辈子。那是什么呀？那是女儿给他的信，方便我们看吗？可以啊，要不然您念念吧。行。妈妈，有一些话我一直都想对你说，其实我真的不喜欢你咄咄逼人的样子，好像在你眼里我和爸爸做什么事儿都是错的。每天听你说没完没了的唠叨和数落，真的好累。虽然我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但是从我记事开始他就一直在我身边，
没有让我感觉到失去了父爱。我觉得爸爸对我很好，真的不想你总说他，也别再让他不要管我了。我希望你们俩能不再吵架，我们一家3口好好的生活。爱你的露露。好，谢谢2位，请回。所以女儿这封信揭示了一些真相。妈妈说的是你没有资格管孩子，其实在女儿的心目当中，谁有资格谁没资格，高低立显。我就知道他是爱，等待你多余真的他，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你以后我就要我自己独立点吧，你就少管着点吧，好吧？好的。来，谢谢2位，请回吧。拥有最动人的眼神，